大家好，我是龚一鸣，又见面了。这一期开始正式解析星际迷航里的技术，很多看似缥缈的技术，实际上在现实中可以找到接近的。首先，从星舰上最重要的部分说起，动力系统。星舰上有两套独立的动力系统，曲速引擎和冲量引擎。抽象来看，它们的核心都是一个反应堆，产生的能量以电子等离子为载体往外输送，相当于发电机和电的关系。这些能量一部分负责推进，另一部分供舰内使用。当然，这样的反应堆不但可以用于星舰，也能用于地面和太空站这样的地方。这时候不推进，只供能。星际迷航的整个世界观都是以极高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只有当有了强大的能量供应，才能支撑起这样的生产力。按照卡尔达肖夫指数，星际联邦正在跨入2型文明，可以掌握的能量接近太阳的输出功率。先来看看曲速引擎。在星际迷航之前的1957年，曲速 warp 的概念已经用于科幻小说 Islands of Space， 但把这个概念发扬光大的还是星际迷航。在剧中，人类的曲速引擎由 Zefram Cochrane 在2063年4月5日正式启动。Vulcan 路过太阳系的飞船检测到曲速信号之后，与人类进行了正式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人类的发展走上新的历程。曲速引擎算是星际迷航最重要的装置之一了，有了曲速才能进行星际探索。剧中通过虚构的子空间 Subspace 来进行超光速运动了。子空间的物理定律有别于普通空间，在里面不但物体惯性质量会下降，而且移动一段距离等价于在普通空间移动多得多的距离，称为曲速速度。TOS 定义的曲速速度是光速乘上系数的3次方，比如曲速2是光速的8倍，3是27倍。但很快就发现这仍然不足以进行银河系内的调度。到了 TNG 时代，曲速速度被重新定义，称为奥田尺度。在曲速1到9的范围内，公式是这样的：9以上则变成迅速拔高的指数形式，曲速10是上限，只能无限接近，不能达到。偶尔也有破坏这个设定的时候，比如在 VOY 的 Threshold 这集， Tom Paris 达到了曲速10，速度无穷大，接着就出现了快速进化到蜥蜴状态的情况。本来这集因为太荒谬，已经完全没人提及，但在 LD 里又突然拿出来说，简直是往伤口上撒盐。LD 的编剧似乎不知道观众都在喷那集。子空间的另一个性质是信号传输不会随着距离的2次方衰减，可以以很高的曲速传播，达到实时星际通讯和探测的目的。其实这里子空间的概念更像星球大战里的超空间，因为子空间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写故事，很多编剧就直接按照那条路前进了。有几集讲的就是生活在子空间内的种族，或者空间异常产生一个通往子空间的入口等等。在现实中，最接近这个概念的是弦理论的更高维度，但也和子空间的设定差别很大。具体来看，曲速核心是一个正反物质反应堆，具体来说是氘和反氘，这是舰上功率最大的能量源。我们知道正反物质相遇会湮灭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曲速引擎靠的是高频电磁场里的二离晶体，让反氘在不接触物质的情况下，在混合舱和氘以可控的速率反应。注入混合舱的氘多于反氘，湮灭是1:1的，产生的能量把剩余的氘加热成等离子，通过管道灌入曲速舱内的曲速场线圈。线圈产生子空间场包裹全舰之后，就形成了曲速炮。它包裹的局部区域可以在子空间内航行，规避狭义相对论的光速限制，始终不会因为速度提高而变慢，也不会因为超光速而反转，一直保持和出发点相同。只有这样才可能进行远距离的协调。曲速舱有2个的，有3个的，有4个的，但都是对称的设计。如果几个曲速舱产生的场强不一样，就能用来转向。当然，正反物质反应堆不是唯一一种构型，比如 Romulan 的飞船用的是个人工黑洞作为反应堆。一个很要命的事情是，曲速引擎里参与反应的是正反物质，二离晶体只是控制反应的。但很多时候编剧并不理解这一点，把二离晶体说成是曲速引擎的燃料。有一集还提到，二离晶体在没有正反物质的时候也可以短暂输出能量顶一阵子。这个设定其实只是因为故事编不动了才提出来的。
DRS 里的说法就更荒谬了，直接把二离和子空间联系起来。但这样为什么会需要曲速线圈产生子空间场，而不是在二离混合舱产生？二离晶体用久了会因为失去晶体形态而失效。ST 里 Zahir 的女王在2257年发明了二离的重结晶技术，可以让二离恢复成晶体。联邦到了几十年之后的 TNG 时代才掌握。当然，二离晶体纯粹是为了方便制造戏剧冲突，想了个等价于石油这样的稀有资源。当然，按照星际迷航的风格，曲速不会是唯一一种超光速的航行方式，还有多种到达更高速度的方式，被统称为超曲速。在电影第3部里出现了装备有超曲速引擎的金翼号，但在第6部里金翼号换回了普通的曲速引擎，暗示了超曲速实验的失败。后来出现了 Borg 的超曲速管道，在里面航行的速度能提高20倍。此外还有 VOY 里的量子滑流引擎、PRO 里的圆恒星引擎、DRS 里的孢子引擎等等。但这些往往只有限的影响，其他地方完全忽略其存在，属于纯的幻想了。在现实中，曲速的理论已经被提出，这是个无公制的推进方式。之前的航天引擎系列我有过一些解析。1994年，物理学家米盖尔·阿克贝瑞找到了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一组解，可以在和现有理论不冲突的情况下，完成超过光速的航行，被称为阿克别瑞引擎。原理和星际迷航里的描述非常相似，用一个曲速炮包裹飞船，前方的空间压缩，后方的拉伸，曲速炮带着飞船前进，可以超过光速。曲速炮之内仍是平直的时空，飞船相对曲速炮内的时空是静止的，不需要子空间，飞船也不需要以一定的速度在子空间运动。作者提到过自己受了 warp 一词的启发，但原论文并不涉及如何产生曲速炮，而且为了维持曲速炮，必须有非常多的副物质。副物质不是反物质，副物质的质量是负的。近期在理论上的突破来自于2个方面，第一是优化曲速炮的形状，对副物质的需求量减少了很多个数量级。第二是已经找到了一些特别的能量分布，使得只用正物质就能维持曲速炮。几个月前还有个实验上的突破，先进推进领域的传奇人物 Harold G. White 在数值模拟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符合曲速炮的负能量分布。这离做出真正的曲速引擎还很远，但毕竟算是迈出了半步。未来一个完善的量子引力理论对曲速的发展会很有帮助。现实的曲速引擎至少还要150年才可能出现。至于曲速引擎需要的反物质，来自于幻想的核反转设备。这个东西可以把正物质的核反转变成反物质，这个过程中能量损失是 24%， 产生的反物质转移给星舰。除此之外，星舰上也有个反物质生成器，用来应急产生少量反物质。现实中的粒子加速器可以通过撞击产生反粒子，再由反粒子合成反物质，但是目前的效率非常低。欧洲的 LHC 周长有27公里，消耗一座城市的能量产生的反粒子，湮灭之后还没法点亮一个灯泡。伪流场加速器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用激光脉冲产生的静电场来加速粒子，体积比传统加速器小1000倍以上，未来可以用在这里。至于二离，也是现实中存在的，由2个锂原子组成，但是它是气体形态，也没有控制正反物质反应的特性。现实中正反物质的可控反应通过磁场来控制。相对于可以达到超光速的曲速引擎，冲量引擎适合于亚光速的航行。它相对来说简单一些，核心是个可控核聚变的反应堆，这是功率第2大的能量源。输入氘聚变产生能量，这些能量把反应物加热成等离子，通过洛伦兹力喷出，提供推力。冲量引擎下，飞船相对周围的时空是有速度的，会有时间变慢的效应，因此一般被限制在1/4光速之内。冲量引擎现实得多，早已进入了实验阶段。从原理上看，这是个磁等离子动力推进器 MPDT， 在之前航天引擎系列我有过详细介绍，还做过一个小的可工作的版本。现有设计是有个电源，靠高电压把推进剂电离成等离子，等离子导通电路，高电流流过产生磁场，这个磁场和电场共同作用产生洛伦兹力，把等离子往后推。这部分技术上并不难，
只是因为缺乏强大的电源，几十年来都没有实用化。而聚变反应堆在2022年12月初也有了突破。美国国家点火设施第一次实现了聚变产生的能量大于输入胶囊的能量，科学 Q 值是 1.54。几年之后的 ITER 还会把这个值提升到10以上。这几年也有很多创业公司加入战团，尝试不同架构的可混合聚变。最快的预计在2024年就可以发电。接下去的10年内，这个领域会看到很大的进展。如果有了聚变反应堆，它产生的等离子就能直接用，跳过发电在电里的步骤。冲量引擎是50年内就能在现实中看到的技术。冲量引擎的反应堆需要的刀来自于去速舱前端的巴萨德收集器，这是个理论中存在的东西，在60年代由物理学家罗伯特·巴萨德提出，之前的航天引擎系列也提到过。巨大的磁场形成一个漏斗，把空间中的质子和刀核捕捉到，从漏斗的一端收集起来。如果空间中游离的粒子不够，还能进入密度更高的星云进行收集。和动力推进相关的还有姿态控制系统，它由一系列微型聚变推进器组成，也是刀的聚变，提供细致的姿态调整，比如停止、转向。小艇则直接用微型聚变推进器作为引擎。但在电影第13部星舰坠毁之后，姿态控制系统还可以用枪来点燃，还有清晰的马克环，表明这其实是个普通的化学火箭。这种为了方便写故事对设定的任意践踏真是无语。现实中最接近的是直接聚变引擎 DFD， 普林斯顿正在做早期实验，让推进剂经过聚变等离子的边缘，加热后直接喷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星舰的根本燃料是刀。这里就有个有意思的地方了，也是很多人常问的， VOR 里的航海家号飞回地球所需的燃料从哪里来？其实星舰可以做到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只要收集了足够的刀，就能让冲量引擎产生很多能量，驱动反物质生成器把一部分刀转成反刀，供曲速引擎使用。这整条链是可以连起来的。今天解析了一下星际迷航主要的动力系统，但是只有动力不行啊！高速航行中遇到迎面而来的空间物体怎么办？遇到攻击的时候又如何抵挡？反物质又如何存储？这些都需要成为立场的东西。下一期会详细解析，欢迎继续收看，再见。